超声波指纹解锁7410毫安时超大电池，白瓦闪充，大师级对称双扬，超宽的震动马达，这真的是3000元价位段该有的配置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K， 今天我们就撕掉标签，来体验一下这台可能是今年游戏党终极神器 Redmi K80至尊版。 首先聊聊外观哈，我们这次拿到的呢是月岩白配色，背板呢是玻纤材质，做了一些纱纹颗粒的设计。左上角镜头呆口沿用了 K80系列的宇宙星环，镜头模组更大，金属中框采用了小米15系列同款的4曲包裹式中框，搭配大耳角的设计和224.2克的重量，握持手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。 来到机身正面，正面屏幕是一块6.83英寸电竞屏，最高支持144赫兹刷新率，采用了小米15系列同款的旗舰 M9 发光材料。对比小米15 Pro， 在专业原色模式下，两台手机的屏幕显示效果高度一致。在亮度方面呢，实测 K80至尊版开启阳光模式下，手动全局最高亮度能达到接近1000尼特。 实测播放白底 HDR 视频，全屏激发亮度能够达到1941尼特。其他方面，无频闪全亮度 DC 调光，超声波指纹该有的都有。来到各位比较关注的性能环节 ，K80至尊版搭载了全新的天玑9400+和 AI 独显芯片第2。游戏方面，我们拿同定位的友商旗舰产品来比比。实测半小时原神熏冲跑图，平均功耗3.6瓦，平均帧率60.2帧，1%漏帧58.7%。 机身最高温度36.6度，再来是点强度哈。崩铁最高画质60帧下，星辰海中枢跑图，平均功耗5.0瓦，平均帧率50.1帧，1%漏帧29.8%。机身的最高温度40度，可以看出在高负载游戏场景帧率拉不开差距的情况下，更为重要的1%漏帧 ，K80至尊版就会更有优势一些。各位觉得 K80至尊版的游戏表现能达到你的预期吗？ 那这次外围硬件比较大的升级呢，就是马达和双扬声器。扬声器的效果呢，我们直接给大家实听对比一下。并且呢，这次在设置里啊，还新增了超级音效功能，提供低音增强、3D 环绕、清澈人声3类风格化的预制音效，还可以自定义音效，满足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听音需求。那这次搭载的超宽频线性马达呢，官方号称是安卓最强的马达震感啊，我们也实际感受了一下。 这颗马达的震感呢，确实是清脆有力，只能说红米在调教上还是有一手的。而且这次也新增了音乐触感，可以根据你播放的音乐节奏啊，智能形成相对应的震动反馈，这一点上还挺有意思的。那大尺寸的马达加上顶级的扬声器，在我印象中呢，以往都只会出现在4000元以上的旗舰手机上。红米啊，这次不仅是在游戏里要狂暴，触感和听觉上也确实不错。 续航和充电方面呢 ，K80至尊版搭载了741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是目前3000元左右价位段电充量最大的手机了，并且支持100瓦秒充。那我们实测呢，在纯 WiFi 场景下，从晚上11点多连续亮屏播放4K 视频，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左右，合计亮屏时间至少9个半小时，还剩余45%左右的电量。 不过有个点比较可惜啊，就是 K80至尊版不支持无线充。影像方面呢，这次新增了正片和负片2个胶片滤镜，拍出来的照片呢都很有富士相机的感觉。先给大家展示下样张吧。而这次还升级到了 Live Photo 2.0， 记录时间增加到了3秒啊，可以记录更长的信息。 那比较有意思的呢，就是 AI 影像玩法新增了表情替换啊，这个效果呢有点像网友在动态里给我 P 的图。那全新升级的 AI 形象 2.0 呢，也可以在保留原图信息的基础上一键替换画面风格。总之呢，可玩性会高一些。最后来总结一下吧，3000元价位的产品，有一说一啊，游戏表现优秀的不少，但同时拥有强悍的游戏表现以及旗舰级的质感，外加741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。 还有超声波指纹、大尺寸的马达和顶级双扬声器等优秀的周边配置，那 K80至尊版应该算是目前的独一份。
尤其是通过高负载游戏方面的体验、激进的性能释放、出色的功耗控制以及优秀的散热表现，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的性能狂暴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到点赞、评论、投币、转发。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